美國卡晶片、卡光刻機，中國卻用 DeepSeek、Kimi、K3、千問、豆包和國產供應鏈一路往前推。今天這條片不是幫任何一邊打氣，而是幫你看清楚這場 AI 競賽走到哪一步，和你的投資有什麼關係。不管你人在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還是美國，你手上的美股、台股、港股、中概股、基金和退休金都會被這 AI 競賽影響。尤其美國 AI 股已經漲了這麼久，下一個問題就變成中國和其他市場會不會還有被低估的 AI 機會，又怎樣在機會裡避免 AI 泡沫爆破？片尾告訴你，記得看到最後。你好，我是 Chief Papa 張志雲，我不報名牌，我教你自己算得出、看得懂，因為我是真心想你靠自己的判斷賺到錢，少走冤枉路。如果你想抓短線買賣點，你可以去看 Rich 的頻道，那條美股線會更適合你。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要看懂中美 AI 競賽，第一件事先要問這場比賽到底在比什麼？很多人把人工智能想象成一個聊天框，誰回答得更聰明，誰就贏。但真正的 AI 競賽背後不是一個聊天框，而是一條很長的產業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這樣：你在手機上看到一句回答，背後其實是一座數據中心在運轉。數據中心裡面有晶片、記憶體、封裝、電力和冷卻系統。再往上游追，才會追到半導體設備、光刻機、材料和製造工藝。這條路越往上游，門就越窄。英偉達不是只賣晶片，它掌握了很多開發者熟悉的工具和生態。ASML 不是只賣一台機器，它代表最先進製程能不能繼續往前走。雲平台也不是只租伺服器，它控制了企業用 AI 的入口、算力分配和客戶關係。所以美國過去幾年做的事情，不是單純不賣幾張晶片給中國，它是在守住最難替代的幾道門。但人工智能還有另一面，模型做出來之後要有人用，有人用之後要有公司願意付錢，公司付錢之後要有毛利，毛利留下來變成現金流，股價才有長期支撐。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這場比賽不是一條跑道。美國在上游門口很強，中國在改路和落地上很快。你只看上游，會覺得中國很難追；你只看應用，又會覺得中國好像已經超車。兩邊都只看到了一半。真正完整的地圖是先看卡口，再看支路，最後看現金流。先看美國封住的那幾道門。2022年11月ChatGPT 出現之後，普通人第一次感覺到，原來一個工具可以幫我寫文章、整理資料、寫程式、做計劃。美國很快意識到，這不是普通科技產品，而是國家競爭力。之後，先進晶片出口限制一輪一輪加強。A100、H100 不能隨便賣到中國。英偉達為中國市場做降規版本，美國又繼續補漏洞，限制範圍也從晶片延伸到先進製造設備和相關技術。很多人看到這裡就會得出一個很簡單的結論：中國完了，沒有最強晶片就做不出最強 AI。最前沿模型不是只靠一群工程師坐在房間裡想出來的，它背後是一整套高端算力、軟件生態、雲平台和資本開支。這些位置，美國和它的盟友確實仍然領先，而且不是1-2年可以完全抹平。但這個看法也有一部分太簡單，因為被封路之後，中國公司不是只剩下一個選擇。中國公司就會想，如果我拿不到最多、最貴、最強的晶片，我能不能用更高效率做出接近的效果？如果最先進設備買不到，我能不能先補成熟製程、記憶體、封裝和軟件？如果前沿模型慢一段時間，我能不能在使用成本和應用場景上先跑快一點？這個問題一換，整個競賽就變了。美國守的是主路，中國現在做的是改路，這不代表中國已經到終點，也不代表美國封鎖沒有用。剛好相反，
如果封鎖完全沒用，就不會有人願意冒風險走私高端晶片。走私新聞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八卦，而是它像一個壓力表，告訴你高端算力仍然非常稀缺。2025年5月在台北 Computex， 黃仁勳也提醒過，美國限制晶片賣到中國，沒有讓中國停下來，反而把需求推向華為和其他本土供應商。英偉達在中國 AI 晶片市場的份額也從接近 95% 跌到大約 50%。這句話當然有英偉達自己的生意立場，因為他也想賣貨。但對投資者來說，重點不是幫哪一邊說話，而是看懂機制。封鎖短期會卡住高端算力，長期也可能逼中國更用力做國產替代。這就是為什麼這場競賽不能只看美國禁不禁得住，還要看中國被禁之後怎樣改路。中國 AI 這幾年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突然在所有地方超過美國，真正有意思的是，他把題目換了。原本市場以為 AI 競賽只有一條公式，模型越大，算力越多，算力越多，晶片越貴，晶片越貴，誰拿到最多高端 GPU， 誰就最有優勢。這條公式到今天仍然重要，但 DeepSeek 出現之後，市場多了一個新變數，叫效率。DeepSeek V2 出來的時候，中國市場真正被打到的是價格，模型接口價格一降，其他大模型公司也要跟着降。到了 DeepSeek R1，市場再震動一次，因為大家突然發現，不一定要用最昂貴的方式才可以做出很強的推理能力。這件事對投資市場很敏感，因為過去幾年市場已經習慣了一個故事 ：AI 越強，算力需求越大，算力需求越大，英偉達越贏，英偉達越贏，整個 AI 資本開支故事就越合理。DeepSeek 不是推翻這個故事，而是提醒市場中間還有成本和效率。如果同樣一件事，以前要花10塊，現在只要花1塊。這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商業化問題。因為成本下降，更多企業才用得起，更多應用才跑得起來，更多開發者才願意試。Kimi K3 也是同一條線，有人把它講成好像所有數據都打敗所有大模型，這就太誇張。比較負責任的看法是，它是中國開放權重模型裡很重要的一個節點，在長上下文、程式、智能體工作這些方向有競爭力，但不是每一個維度都全面超越美國最強封閉模型。它真正的意義是讓更多開發者和企業可以用更開放、更便宜、更可控的方式取得接近前沿的能力。這裡最近有一個數據很值得放進來。平台上最受歡迎、調用量最高的10大模型裡，中國模型占了9個，而且都是開放權重模型。再看首20大模型的總調用量，合計超過43萬億個 token。token 你可以簡單理解為模型實際處理的文字和指令單位。當中，中國模型占 78%， 大約是美國模型的 3.4 倍。排在最前面的都來自中國。這個數字要小心解讀。OpenRouter 是一個幫開發者把不同模型接到應用裡的平台，它反映的是開發者和應用端在這個平台上的實際調用，不等於整個全球人工智能市場的完整排名，但它仍然很有參考價值，因為開發者不是用口號投票，而是用真實調用量投票。如果中國模型只是新聞熱，但沒有人拿來做應用，這個數據不會這樣走。現在你看到的是越來越多開發者在成本、速度、開放性和可控性之間做選擇。所以重點不是中國已經全面贏了，重點是中國在模型這一層找到了一條不完全依賴最貴硬件的之路。這條路能不能走到最後，還要看應用。這裡可能藏着一個很多人沒看見的反擊方式。美國 AI 公司靠高估值、高融資、高資本開支去買算力、衝模型。中國如果用開源、低價甚至近乎免費的方式把模型推給全世界使用，
就會把競爭從誰燒錢最多改成誰成本最低，誰落地最快。這樣一來，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商業計劃就會被市場重新審視，投入那麼多錢，最後能不能換回足夠高的回報？這不代表美國 AI 一定爆破，但會令投資者重新計算估值。AI 泡沫風險不是因為技術是假的，而是因為價格可能太早把完美未來計算進去了。所以中國這條路能不能成立，關鍵不是模型便宜本身，而是能不能盡快產生實在的商業價值。AI 一定要走進人的生活，走進企業流程，走進每天真的有人付錢、有人使用的場景。這一層中國跑得很快。中國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底，中國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戶規模已經達到6.02億，普及率大概42.8%。人工智能問答用戶有4.57億，生成圖片和視頻的用戶有2.88億，生活助手用戶有1.84億。這些數字說明 AI 在中國已經不是少數工程師的玩具，它開始變成普通人手機裡的一部分。有人用它查資料，有人用它安排旅行，有人用它處理辦公文件。阿里千問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不只是聊天工具。阿里披露，千問 App 公測後2個月內月活突破1億，到2026年2月，消費端千問跨平台月活突破3億。更重要的是，它接入淘寶、天貓、支付寶、高德、飛豬等生活服務。這代表 AI 不只是回答你，而是慢慢接近替你辦事。你買東西、找餐廳，背後都可能有 AI 參與。很多用戶未必每天覺得自己在用一個很尖端的模型，但他已經在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務。豆包也是另一個代表。字節沒有完整公開所有官方月活數字，但第三方機構的數據顯示，豆包、千問、DeepSeek 已經成為中國 AI 原生應用的第一梯隊。火山引擎也披露過，豆包模型日均 token 使用量到180萬億級。美國不是沒有應用，美國的應用也非常強，只是位置不同。OpenAI 披露過 ，ChatGPT 全球週活躍用戶已經超過9億。消費者訂閱戶超過5000萬，付費商業用戶超過900萬。Pew 的調查也顯示，約49%美國成年人曾使用 ChatGPT、Gemini、Copilot 這類 AI 聊天工具，其中約24%美國成年人每天使用。美國 Census Bureau 的企業調查顯示，2025年底到2026年5月，美國企業 AI 使用率大概在17%至20%之間，大公司使用率更高，資訊業和金融保險業特別明顯。所以美國強在企業工作流、程式開發、雲服務、商業訂閱和高價值知識工作。中國強在生活服務、平台入口、大規模用戶和低成本滲透。你可以這樣理解，美國像先做出最強的大腦，再賣給全球個人和企業。中國像把很多夠用的大腦快速接近每天生活和產業場景。哪一種更厲害？對國家競爭來說，兩邊都重要。對投資者來說，真正要看的是哪家公司能把使用量變成收入，把收入變成利潤。因為下載量不是現金流，調用量也不是利潤，他們只是告訴你這條路有人在走。至於路邊哪一家店最後能賺錢，還要看商業模式。那前段時間長興暴漲了很多，是因為中國現在要突破瓶頸，自己生產光刻機了嗎？這裡要先說清楚，不是長興存儲自己做出了光刻機，長興是記憶體晶片公司，是可能使用設備擴大產能、補中國記憶體短板的那一方。真正被市場關注的是中國有政府支持的团隊開始推本土靜默式深紫外光刻機，也就是 DUV 的生產路線。DUV 不是 EUV，EUV 是目前最先進晶片製造裡非常關鍵的設備。中國長期買不到 DUV， 可以用在成熟製程、部分記憶體和多重曝光方案上。它不是終局勝利，
但如果能穩定出貨，進入產線，提高良率，它就是供應鏈自主化的一塊重要拼圖。它代表中國正在把某些買不到的瓶頸慢慢变成自己的工程問題。報道提到，中國 DUV 的早期生產目標是2026年5台，2027年20台。這個數字放到全球設備市場看還是很小。因為 ASML 的 DUV 出貨一年是幾百台級別，差距很清楚。但半導體不是只看今天差距多少，也要看能不能進入學習曲線。一台設備做出來和穩定在量產線跑出高良率是兩件事。光源、鏡頭任何一個環節跟不上，最後都會影響成本和良率。所以我不會把國產 DUV 講成中國已經拿下最難的關口，但我也不會把它看成沒有意義。它代表中國正在修一段很難修的路，路還窄，速度還慢，但只要能持續修，整條供應鏈的選擇就會變多。投資者要看的不只是新聞標題，而是接下來能不能出貨，能不能進產線，良率能不能改善，成本能不能下降，客戶是不是願意用，這些才是從國家工程走向公司價值的關鍵。我們之前講 AI 泡沫時已經提醒過一點，技術會改變世界，不代表所有相關股票都一定會漲。這句話聽起來簡單，但很多散戶最容易在這裡出錯。看到國產替代，就覺得所有半導體都要買；看到 AI 應用爆發，就覺得所有平台公司都有10倍機會；看到中國追進美國，就把估值、安全邊際、公司質素全部放到一邊。我在投資市場30多年，經歷過科網股爆破，真正的革命往往會伴隨泡沫。因為革命是真的，所以故事特別容易講；又因為故事容易講，所以很多本來不是好生意的公司也會被市場推到很高。最後留下來的不是最會講概念的公司，而是能把技術變成收入、毛利、現金流和客戶粘性的公司。互聯網改變世界，但當年很多互聯網公司最後歸零。航空業改變世界，但航空公司股東長期回報不一定好。人工智能也一樣。所以這裡要貼回今天的主題，中國 AI 是不是已經全面超車？我不會這樣說，但中國在被限制晶片、被限制設備的環境下，仍然把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戶做到6億以上。這說明一件事， AI 投資不一定只有美國一條路，美國仍然有最強的晶片、雲平台和模型公司。但美國大型科技股過去幾年已經先吃了很多 AI 預期，市場給的估值已經是基於甚至超越最樂觀的預期。當一個市場已經很熱，投資者更要問，還有多少好消息沒有被計價？另一邊，中國、香港甚至其他市場可能出現另一種機會。它未必是最尖端模型第一名，而是把 AI 做得更便宜、更普及、更接近普通人的生活和企業流程。好消息是，相對美股，中國 AI 股票的估值仍然較低。這才是長線投資者要放大的視角，不要只問美國 AI 贏還是中國 AI 贏，要問哪個市場還沒有把未來全部炒貴。美國科技股很強，但強公司不一定永遠是最便宜的投資。其他市場比較冷，反而可能有被低估的公司慢慢跑出來。最後不是投資一個國家口號，而是在全球 AI 競賽裡找到仍然有長遠增長又沒有貴到透支未來的好公司。我投資超過34年，是一個逆向的價值投資者。所謂逆向，就是跟大眾反着走。在牛山大眾貪婪追高的時候，我謹慎保留資金，多做研究。在熊市時，別人恐慌拋售，股票跌到很便宜，大眾卻不敢買的時候，因為我有做功課，就能在股價極低時找到優質10倍股。所以我不想大家聽完這條篇，只得到一句中國 AI 有機會，機會要變成回報，中間還有幾個關口。選股5部曲不是一堂叫你追 AI 的課，而是把選股拆成5個動作，先觀察大勢和3層週期，知道自己是在順風還是逆風，再選行業，
看科技進步和消費習慣有沒有真的把需求推起來。第三步，用生意人眼光選公司，避開只會講故事的財技股、老千股和新上市股。最後才處理買入和沽出，用價格、情緒和技術訊號減少高追、太早止賺、太早撈底的錯誤。選股5部曲，給你牛熊週期明確的信號，讓你可以避開股災，搭上牛市順風車。這跟今天 AI 很貼。美國科技股是不是已經太熱？要先看週期。中國 AI 應用是不是機會？要看行業是不是真的起飛。千問、豆包、DeepSeek、長興相關公司值不值得買？要回到公司生意和競爭力。最後買不買、何時買、何時走，就要看估值和時機。如果你現在也在想，美股已經漲了很多，其他市場會不會有下一批 AI 機會？可以點擊下面資訊欄了解選股5部曲。把整條片收回來看，中國 AI 會不會像當年的光伏和電動車一樣，把一門原本昂貴的技術變成全球都離不開的低成本方案？這個問題不能急着回答，因為 AI 比光伏和電動車多了幾道更窄的上油門。美國封住了人工智能主路上最難替代的幾道門。中國正在從模型效率、應用場景和供應鏈補鏈3個方向改路。中國不一定明天全面超越美國，但它正在把 AI 變得更便宜、更普及、更貼近生活。對投資者來說，真正值得看的不是口號，而是這條改路最後會流到哪家公司、哪個市場、哪段現金流。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讓你更容易的吸收。我們下期再見。